有人说半天狗的颜值俱是一坨屎，善是满天星。还有人说半天狗是老演员，一扇子给玉壶送了一个大跌，让他成为了第一个被单杀的上弦。但我想说的是，如果你真正去看他的过去，就会发现他并不是一个让人同情的可怜虫。今天为大家带来《鬼灭人物志》上弦之4半天狗。半天狗在人类时期就已经是个彻头彻尾的恶人，他年纪大了，身体虚弱，但这从来不是他犯罪的借口。他常常偷窃、抢劫无辜的人，甚至直接殺人，而且每次被抓，他都推卸责任。私が悪いのではない。この手が悪いのだ。この手が勝手に。听起来很荒唐吧？这其实透露出他的精神错乱和自我欺骗。这种人最可怕的地方就在于，他真的会说服自己相信我是无辜的。你会发现，哪怕后来变成鬼，他依旧延续了这种懦弱加自欺欺人的性格。最终他还是被抓了，一位高官法官把他判了死刑，砍头。但半天狗依旧在牢里喊冤，说自己什么都没干，甚至还狡辩说，要不然砍掉他的罪恶之手，他就清白了。这就是典型的永远不承认自己有错。这样的性格，哪怕给他再多机会，他也不会改。就在半天狗即将死亡时，鬼武士无惨出现了。无惨看到他这种懦弱自欺又想活下去的样子，居然动了恻隐之心，或者说是兴趣。于是无惨把他变成了鬼。半天狗开始走上了另一条极端之路，他杀了无数人，手上染满了鲜血，但心里却依旧告诉自己，不是我错，是别人逼的。他从头到尾都坚信自己是无辜的，这也让他成为一个非常特殊的鬼，残忍与懦弱并存。在花街篇之后，鬼杀队斩杀了上弦之6继夫太郎和舵姬，无惨大怒，召集所有上弦开会，半天狗也在场。这个场景特别能看出他的本质。当上弦们彼此争斗，比如一窝座一拳打掉了童魔的下巴，半天狗吓得哆哆嗦嗦，甚至大叫出声。而当无惨出现后，他立刻跪下，不停磕头求饶。我们都知道无惨是绝对不会怜惜下属的，他训斥众鬼无能，半天狗就赶紧把责任揽过来，乖乖点头，连反驳都不敢。后来无惨下达命令，让半天狗和玉壶去执行新任务，他更是立刻唯唯诺诺的答应。这说明什么？半天狗哪怕已经是上弦，依旧是那个胆小怕死、只会推卸责任的小人，他本质没变。看到这里，你可能会觉得讽刺，在鬼灭世界里，上弦都是强大到足以毁天灭地的存在，可半天狗作为上弦之4，却完全靠分裂出的分身战斗，真正的本体只是个畏畏缩缩的小老头，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讽刺。力量强大，灵魂却卑微。剧情来到刀匠村，半天狗和玉壶被无惨派来执行任务，消灭刀匠村，确保鬼杀队无法再打造日轮刀。半天狗一出场就保持着一如既往的作风，他缩着身子，鬼鬼祟祟地爬上屋顶，一副千万别被发现的怂样。但别被这副模样骗了，真正可怕的地方在后面。很快，半天狗遇上了炭治郎和霞柱、石头无一郎。无一郎挥刀瞬间，半天狗差点没反应过来。接着炭治郎补刀，祢豆子也加入战局，一脚踢飞了他。表面看半天狗似乎要被秒杀，但关键点来了，他的头被斩断后，居然从身体里再生出2个分身，愤怒的激怒，还有欢乐的可乐。这2个分身一出现，战斗立刻进入另一种模式。可乐一把团扇扇出狂风，直接把无一郎吹飞数千米；激怒则手握擂鼓棍，电光四溢，瞬间打中炭治郎。这里就能看出半天狗的恐怖之处。本体虽然怂，但分身代表了他内心极端的情绪。换句话说，他把激怒、可乐、哀绝、空喜这些情绪拆开，变成了真正的武器。这是他懦弱性格的另一种表现，不敢直面一切，只会分裂逃。随着战斗推进，半天狗的分身越来越多，激怒和可乐很快又衍生出了另外2个。空喜长着翅膀，能用声波攻击；哀绝手持长枪，冷酷无情。就这样，半天狗一下子变成了4个分身并战，他们一边调侃一边攻击，情绪各异，却配合的滴水不漏。可乐哈哈大笑，用团扇掀起狂风；激怒一脸愤恨，雷电狂轰滥炸；空喜飞在空中，尖锐的声波直冲炭治郎的耳膜；哀绝则冷冷补刀，一枪直接贯穿玄弥身体。你能想象这种压迫感吗？4个恶鬼代表4种极端情绪，像是人心最阴暗的一面同时压过来，观众看得屏住呼吸，完全感受到那股绝望。而半天狗的本体呢，依旧缩成一团，躲在角落里发抖，把一切战斗都丢给了分身。这就是他最大的讽刺。真正的他从头到尾只会逃避。
炭治郎没有放弃，他一边闪避一边思考敌人的弱点。他很快发现，分身再怎么强大都不是本体，只要找到真正的半天狗，就有可能扭转局势。但问题是本体太会躲了，他缩得比老鼠还小，藏在情绪分身的保护圈里，根本找不到。激怒电光轰鸣，把炭治郎劈得鲜血直流。空喜飞在半空中，声波攻击震得耳朵嗡嗡作响。哀绝冷眼旁观，长枪一击贯穿了玄弥的胸膛。就在这生死一瞬间，祢豆子突然爆发，随后一脚踢断可乐的脖子，接着他点燃自己的血液，把可乐烧得哀嚎连连。他甚至直接扯掉可乐的团扇和手脚。这一刻，祢豆子完全不像是一个需要保护的妹妹，她像是一个真正的战士，一个燃烧自己去拯救同伴的存在。我特别喜欢这一段。祢豆子本质是鬼，但她却展现出了比人类更坚韧的人性，和半天狗的自私懦弱形成了最强烈的对比。炭治郎凭借自己敏锐的嗅觉找到了第5只鬼的气味，他推测出那个鬼的脖子才是真正的致命弱点。得知消息后的玄弥迅速行动起来，他带着炭治郎的指引找到那只鬼的藏身地。在与鬼对峙时，玄弥果断挥刀攻击，但让他意外的是，他的刀居然砍不断那只鬼的脖子，甚至刀刃因此断裂，像是完全没有效果。玄弥试图开枪，但也无济于事。这时激怒突然现身，凶狠地准备用锡杖刺穿玄弥的脖子，局面变得更加危险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炭治郎及时赶到，他毫不犹豫地挥刀砍断了激怒的手臂，成功救下了玄弥。紧接着炭治郎挥动日轮刀，精准地击中了雀鬼的脖子，痛苦的叫声顿时传遍了整个空间。就在炭治郎准备斩杀雀鬼的关键时刻，激怒突然举起双手，聚集了其他鬼的力量，空喜、可乐、哀绝，一股强大的气息瞬间爆发，激怒变身成了全新的形态增破天。那一刻，整个战场的气氛瞬间发生了变化。增破天的出现彻底打破了炭治郎的计划，他强行吸收了所有鬼的力量，将雀鬼救下，并发动了猛烈的反击。炭治郎和祢豆子奋力躲避，但增破天的攻势依旧迅猛。为了保护自己，增破天甚至用木头封住了自己的本体，像是筑起了坚固的堡垒，准备将所有敌人压倒。此时，增破天开始操控木头蜥蜴，利用这些巨大的木质生物进行攻击。炭治郎和伙伴们被迫与这些蜥蜴搏斗，试图躲避和反击，但压力巨大。最终，木蜥蜴几乎要将炭治郎他们压成肉饼时，炼柱甘露寺密里赶到了。他一出场，整场气氛立刻反转。他挥舞着柔软的炼之呼吸长刀，速度快得惊人。他接下了憎恶分身的巨木攻击，他救下了炭治郎，背着他到了安全的位置，转身就准备去营救还处于困境中的玄弥和祢豆子。炭治郎拼尽全力，终于有了可以依靠的同伴。而密离的出现，就像战场里的一束光，给了所有人新的希望。我觉得这也是《鬼灭之刃》一直在强调的主题。再怎么绝望的战斗，只要同伴还在，就能继续撑下去。在炼柱加入后，战局彻底逆转。密离挥舞长刀，把憎恶分身的巨木一一斩断，战场的重压瞬间减轻。炭治郎、祢豆子和玄弥抓住机会，朝着真正的半天狗逼近。他缩在树枝里，像个抱着膝盖的小老头，不停发抖。面对炭治郎，他还在嘴硬。わしは生まれてから一度たりとも嘘などついたことがない。善良な弱者だ。これほどかわいそうなのに、誰も登場しない。真讽刺，杀了无数无辜的人，吃了那么多鲜血与生命，到头来却还在自称清白。半天狗的荒谬就在这里，他宁愿活在幻想里，也不敢直视现实。半天狗的头被炭治郎砍下，但和其他鬼不同，他的身体居然还在逃，没有头，依旧跑得飞快，追赶着村民。而炭治郎这时反应过来，正要追赶上去，这时太阳升起，祢豆子身上顿时被阳光灼伤。此时的炭治郎陷入了抉择，一边是无辜的断刀村村民，一边是祢豆子。心中焦急万分的时候，祢豆子却一脚踢开了抱着自己的炭治郎，希望炭治郎能够将半天狗斩首，救下被追杀的人类。炭治郎选择遵从妹妹的意愿，看见了雀鬼的位置，斩断了混鬼的双手，并将雀鬼斩首。这一幕太震撼，哥哥拼尽一切要保护妹妹，而妹妹反过来选择牺牲自己，让哥哥赢下这场战斗。和半天狗那种只顾自己毫无担当的姿态相比，祢豆子显得格外伟大。有意思的是，他在最后一刻居然还给无惨传了一个情报，祢豆子能在阳光下存活，这为后续的剧情埋下了极其重要的伏笔。到这里，半天狗彻底死去，可他留给观众的并不是一个强大的上弦鬼的形象，而是一种极端的讽刺。他拥有强大的力量，却从未正面战斗；他有数不清的生命在手中，却始终说不是我的错。わしが悪いのではない。この手が悪いのだ。他活得再久，也只是一个活在恐惧里的可怜虫。而与他对照的是炭治郎、玄弥和祢豆子。炭治郎在绝境中一次次站起，玄弥用残破的身体祈祷坚持，祢豆子甚至愿意牺牲自己，为哥哥争取胜利。这种对比，其实就是《鬼灭之刃》最想告诉我们的：力量并不能定义一个人，选择才是。半天狗选择了逃避，所以哪怕再强，也终究卑微。炭治郎他们选择了承担，所以哪怕身处弱小，也能发光。
所以上弦之四半天狗并不是一个让人敬畏的反派，它更像是一面镜子，照出人性中最丑陋的部分：懦弱、推卸、撒谎、自欺欺人。而炭治郎、祢豆子和玄弥则代表了另一种人性：担当、坚持、牺牲。这就是为什么哪怕他们差点死在刀匠村，我们依旧会觉得他们很强大。半天狗死去，但它的存在告诉我们一个真理：真正的强大不是逃避，而是直面恐惧。